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阴虎味厨房。丝瓜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食材，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做不好，炒出来汤汤水水，而且很容易发黑。其实这里面是有技巧的，今天我就把最家常的做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准备2条本地丝瓜，其实挑选丝瓜也是有技巧的，我们要挑选这种结实一点的，如果是软绵绵的话，那样的丝瓜不新鲜。接着准备一把小刀，我们要用小刀的背部把丝瓜的外皮刮一刮。很久以前没有刮皮刀，我们的爷爷奶奶就是用这种方法刮掉丝瓜的外皮，也不要用太大的力气，薄薄的刮掉一层就可以了。经过这样处理后的丝瓜不仅没有浪费，而且炒出来也是翠绿的。丝瓜的头和尾肉质比较硬，我们稍微的切掉一小部分，然后我们再来改下刀。切丝瓜的方法有很多种，可以切成片，也可以切成小条，也可以切成视频中这样的滚刀块。我个人觉得切成滚刀块，这样吃起来才过瘾，因为丝瓜的含水量特别重，不管是哪一种切法都不能切太细。全部切好放在准备好的碗中。丝瓜非常的秀气，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很容易发黑。接下来往碗中加入1大勺的食盐，然后再加入少许的白醋。这一步的目的是防止丝瓜氧化变黑。倒满多一点的清水，下手抓拌一下，把食盐和白醋搅拌至化开，抓拌均匀，放在一旁腌制10分钟左右。接着我们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，准备1盒鲜嫩的白玉菇，去掉根部，把粘连在一起的像视频中这样掰开来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全部处理完放在清水中，我们要把白玉菇稍微的清洗一下，去掉表面的一些杂质和灰尘，然后再用力拧干水分。处理完放在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接着我们往碗中打入几个鸡蛋，鸡蛋的数量也是根据家里人口的多少来定，然后加入少许的白醋去除蛋腥味。接着加入少许的食盐，提前入下底味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最好是朝太阳下山的方向搅拌，使蛋黄和蛋白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接着我们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，准备几粒去皮的大蒜，先切成薄片。大蒜我们也可以稍微的多准备一些，增加丝瓜的蒜香味，然后再剁成稍微细一点的蒜末，切好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。准备小块去皮的老姜，同样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切成姜丝，最后全部切成姜末。全部切好和蒜末放在一起。喜欢吃辣椒的，准备几个清洗干净的小米椒，切成小圈，全部切好和姜蒜放在一起。做这道菜离不开香葱，准备小把清洗干净的香葱，我们只要葱白部分，切成葱花放在小米椒一起。接下来简单的调过料汁，空碗中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少许的松茸鲜，小半勺的白糖，少许的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加入小半碗的清水，然后用勺子搅拌一下。提前调好料汁也是节省炒菜的时间，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厨房小白。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放在一旁备用。现在的丝瓜也已经浸泡好了，我们稍微的清洗一下，去掉表面的一些盐分。接着直接把丝瓜捞出来，放在准备好的碗中。另起锅，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油热之后，把准备好的鸡蛋液倒在锅中。我们要提前把鸡蛋炒熟。喜欢吃老一点的，我们就稍微的多炒一会儿。
喜欢吃嫩一点的，我们炒制的时间不需要太长。翻炒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把炒好的鸡蛋放在准备好的盘中。接下来准备一锅开水，往水中加入大半勺的食盐，少许的花生油。接着把准备好的丝瓜倒在锅中，我们要提前把丝瓜焯下水。加入食盐是提前给丝瓜入下底味，食盐油可以使丝瓜翠绿不花黑。今天的丝瓜特别的鲜嫩，我们煮制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，水开以后大约在1分钟左右。现在的丝瓜已经煮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就直接控水捞出，放在提前准备好的凉水中自然放凉。大约在3到5分钟左右，现在的丝瓜已经完全的凉透了。接下来我们再用力碾干水分，这样丝瓜更方便入味。这一步非常的关键，我们尽量的碾干一些，这样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全部处理完，放在准备好的碗中。另起锅，加入少许的花生油，有条件的可以加入猪油，然后下入切好的葱姜蒜小米椒，开小火煸炒，把葱姜蒜炒出香味，小米椒炒出辣味。接着把白玉菇也倒在锅中，大约翻炒20秒左右，把白玉菇表面的水分炒干，同时炒出香味。接下来把控干水分的丝瓜也倒在锅中，这里我们要开大火，充分的翻炒均匀，把丝瓜表面的水分炒干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借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。接着把准备好的鸡蛋也倒在锅中，调制好的料汁也倒下去，再次翻炒均匀，把调味料炒至化开，把丝瓜和所有的食材炒至入味。翠绿的丝瓜搭配白色的白玉菇以及金黄色的鸡蛋，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。丝瓜已经提前焯过水了，所以我们炒制的时间不需要太长，炒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丝瓜白玉菇炒鸡蛋就这样做好了。这样炒出来的丝瓜翠绿不发黄，白玉菇清脆爽口，鸡蛋鲜香入味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另外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